好了，各位，今日节目快高效率的开始了。那为什么今天这么快呢？是因为今天天气实在太热啦！妈呀，我走在外面，感觉自己都快要被烤熟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啊？但是今天据说这一周啊，台湾可能会有所谓的热浪警报。那希望各位好好的照顾自己。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其实是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地缘政治局势的时候意外看到的。因为我们看地缘政治啊，很多时候都看中美，那有的时候瞄一瞄日韩，那台湾发生的事情现在根本没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看我过去领悟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当你觉得你身边的这些猫猫狗狗、花花草草的小事很重要的时候，最后决定你的人生、你的命运、你的工作，其实是远在天边。AI 的革命、美中的关系、核能的发展、日本的香蕉有没有办法催熟？所以我后来了解到，有机会多关切世界的变化，你才能够抓到这个局势。所以事务所的各位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日经啊，5月14号披露，高市早苗本来想抢在川普访北京前，把川普请到日本，植入对中认知，要帮他洗洗脑，让他知道中国好可怕，太可恶了，一定要跟我日本好好的做，我帮你按摩一下马杀鸡，我是妈妈桑。结果这个构想变成了幻之来日，就是幻想中人家来日本，日本动了，日本急了，日本努力了，只是人家不理。那台湾连这一个局呢都参不上脚。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正式开始。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高市早苗幻之来日破灭，日经报中俄声明点名日本军备，川普称呼那个治理台湾的人，台湾有事之前日本会先出事啊！以前我们说唇亡齿寒，没有想到那个唇竟然是日本，齿反而变成台湾了。我们等一下会用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跟大家证明，他妈现在日本的状况真的很危险。我们先从定场诗开始讲，北京两客互握欢啊，东京密札复韩寒。来日构想成空幻，中俄声明刺骨酸，香蕉催熟凭谁气？欲串前程惹祸端，唇齿几时将共冷？看谁更急问台湾。台湾真的都不急，我觉得太荒谬了。来，我们一路追溯回去哦。今天的内容呢，其实真的很多人问，就像郭嘉嘉一样说日本发生什么事。我跟你讲，因为台湾的媒体没有那个闲暇，他都在报马英九，在报萧旭晨，在报台湾的水果怎么样，台湾的天气怎么样，台湾的股市多么的棒，台湾这里有一个车祸，那里有一个毒驾，都很好。但是因此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全世界在担心的事情啊，就你他妈台湾不担心，就你他妈台湾不知道。那为什么不知道呢？我跟你讲，无知有助于民众安享天年，你就快快乐乐这样活。但是无知不见得你会过得幸福啊。来，2026年5月20号到5月22号之间哦，72小时之内，3个立场完全不同的媒体讲了同一件事情。5月20号，普丁在北京见了习主席，双方发表中俄联合声明，第一次合体点名日本急速重整军备之路线，表示严重关切。5月21号英国经济学人刊出社论，副标题写得明明白白 Warming relations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bode ill for Japan， 美中关系回暖的对日本来说是个坏兆头。5月22号，日本日经新闻刊的社论，最后一句砰当一声砸在你面前，
他呼吁美国绝不可与习主席进行交易，更不得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中俄、英美、日本3家媒体3个立场3种叙事，72小时之内同步认证了同一件事情。日本急了，日本竟然急到要指着川普的鼻子跟他讲，绝不可以进行交易。为什么？因为他的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等一下跟各位讲，日本不是嘴上急啊，他是真的有剧烈的外交动作。这个背后有更早的一条线，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其实讲过。5月14号啊，日经的头版披露说，日本政府本来有个构想，要抢在川普飞北京之前，先来我这边，在我的东京机场先降落。高市早苗亲自跟川普重新植入 implement 对中方的威胁认知。结果嘞，川普没答应。这个构想在日经报道里面写作幻之来日，就是梦幻的未实现的。谢谢景浩兄又送了10个汇集啊。退而求其次，高市早苗之后，在5月12号接见来日的美国财长贝森特，会谈才15分钟，没有很久，人家给你一个面子，来了东京15分钟就走了，先去哪里？去北京了。隔天，川普就飞北京了。日本动了，日本急了，日本努力了，只是人家不理，各地都不理。各位，这就是这一集的起点。那一位在这个日本很关切地缘政治的那位教授啊，特别传了这个给我，说：“这个东西值得研究。”我就做了这一集。接下来这11天的时间轴啊，更精彩了。11天的时间轴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来你看一下，5月12号到5月22号，这个是我做的动画，没有很了不得，但是我一边讲你一边看，不需要看到我的脸。来，5月13号，川普飞北京。5月14号，川习会结束。川普在福斯访问里面称习主席是 a tremendous leader， 又说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从空军1号下来，开口谈了140亿对台军售，那一句经典的会在跟治理台湾的人谈话后做决定。治理台湾人，他没有叫名字，而且现在的确，我们当时就说这一笔军售看起来不乐观了，现在果然没有。看。骗是骗不了的。5月17号，白宫发布的 fact sheet 里面453个字没有提到台湾。5月19号，高市早苗急访南韩安东，这是6个月内他第6次去见李在明了，史上首次互访故乡，他去访问了李在明的故乡。但会议的主题是中东能源，也不是台湾。那怎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5月20号，接下来普丁就要访北京了。5月21号，《经济学人》刊社论，5月22号，日经登出来。我跟你讲，这9天里面，川普对赖清德的态度摆荡了5次。第一次摆荡，治理台湾的人，5月14号，那个时候大家讲说，他知道是赖清德治理台湾他只是不想讲你的名字，好棒好棒，他对台湾好棒。第二次摆荡，5月15号会跟台湾的掌权者对话，大家又说好棒好棒，终于我们台湾的地位无限的提升赖清德终于要接到川普的电话，我们那时候是不是就跟你讲鬼嘞？怎么可能？不会有，想都别想。第3次呢，白宫的 fact sheet 里面就是他的事实记录，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觉得你根本不需要讲。第4次呢，川普又跳出来说，5月20号他讲我会跟他谈，我跟每个人都谈，台湾的青鸟又哇，好棒棒哦，又要跟赖清德谈了，太好了，谈了吗？现在几号啊？5月26了，是不是？这个电话不会来的啦，没有啦。
他客气一下，你还当真哦？结果第5次呢，马上就被啪啪啪打脸。5月22号，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越南人，那个字还真是念高雄，公开宣布暂停140亿对台军售。他理由是什么？哎，我们弹药不够。那见鬼了嘞！那我们弹药不够，之前为什么一直催你赶快通过军售？要你赶快把钱拨过来，但是现在说我们弹药不够，所以暂缓。骗谁呀？骗谁呀？9天5次的摆荡，每一次摆荡都是协商，都是喊价。潘孟安说什么？潘孟安在立法院讲，台湾不是问题，也不是创造两岸麻烦的制造者。好，你开心就好。各位，这是什么语气呀？你知道你自己被人家公开拍卖了呢？还是一个被人家排队的乘客嘴里挤出来的客套话？不好意思哦，你先敢把钱掏了，掏了之后呢，我东西什么时候给你？看我开心，看我开心。越南裔啦，妈干那白痴哦，去读书好不好？妈越南裔，我说越南裔，你说好，越南人可以当到美国代理部长，川普还得意嘞，他还当到美国总统嘞。人有血统渊源，好不好？只有他妈的台湾不准你讲籍贯。以前我们都知道自己籍贯是哪里，有安徽的，有江苏的，有重庆的，有东北哈尔滨的。现在没有，不代表你没有这件事情。来讲直接一点，日本人写的东洋经济新报社当记者的刘彦甫5月22号在 X 上发了一个东西，结果被日本网友围攻啊！各位，以前都是台日友好，以前台湾人发言，大家都说你好棒，我们支持你。结果嘞，结果刘彦甫发的文哦，说人家日本人骂他说你这个只是情绪抒情，你在讲什么小国寡民，什么我们以前再这样子活久了不需要你们。结果日本网友直接骂他，你只是抒情而已，没有实际行动，自己备战吧。你看什么时候日本网友这么瞧不起你台湾人，还是这种在日本混饭吃的知台派？日本网友叫你自己备战啊，但他备不了战啊，人家在日本工作啊。结果嘞，这个刘彦甫说什么？还有台湾在这种犬儒主义之下被晾了130年，同时取得了自由民主社会经济繁荣。我就想，干迁台没有130年啊！你的意思说日本统治杀你几十万台湾人的时候，你也自由民主社会，你也经济繁荣吗？130年，你历史是不是很差啊？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给日本，从那一刻算到今天刚好130年。今天是云林大屠杀120年纪念日，你在日本给我讲的可轻松，杀你快把台湾人杀光。如果以当时的人口计算的话，大概每6个人杀掉你1个人，然后叫做经济自由民主社会经济繁荣。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啊？各位同学，日本人现在替自己急，英美媒体替日本急，中俄替日本紧张，留日台侨替自己的工作急，唯一不急的是台湾的青鸟。所以我们今晚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为什么在台湾有事之前日本会先出事啊？为什么日本有事的时候会比台湾有事的时候更残酷？我们今天一整集要跟你讲这件事情。你以为日本现在过得很开心吗？我告诉你，都不是。之前秦明在当地抱怨，妈塑胶袋他们也缺，垃圾袋也被抢购，甚至连那个医疗手套现在都买不到，涨价了。来，我们先把地球仪拿出来，来，圆圆一个很可爱哦。我先跟你讲这件事情很荒谬的事啊，日本感觉什么都不怕。为什么说他什么都不怕？因为在这72小时的3方认证有右派，有左派，然后有这个经济派的，都认证日本急了。为什么急？因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日本会这样同时得罪他3个方向的邻居。
这个事情简直荒谬到极点。我不知道日本的右派还是高市早苗觉得自己是什么？是外交天才吗？我不清楚这真的很荒谬，真的很荒谬。来，我们这样讲，什么问题？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挑衅面对3个永和邻国，而且跟全部3个国家都有领土争议或是军事冲突。你不信？我们一个一个来数啊！干，全世界没有比日本除了哥吉拉之外，日本是外交上、军事上最危险的一个国家，你不知道我跟你讲。认真研究下去，你才知道靠腰嘞！哎呦，你也不要想啦，什么日本报道习近平跟川普会议时骂台湾跟日本，被川普当面怼回去，川普还为日本辩护，你想太多了。川普连美国都不辩护了，你他妈说他要替日本辩护啊？你怎么卖凶啊？你看日本多屌，同时挑战3个核武国家。来，我们一个一个清点给你听啊。第一个，西边中国领土争议在钓鱼台，台湾叫钓鱼台列屿，中国叫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屿、尖阁诸岛。2025年，中国海警公务船开到尖阁周边，侵入次数突破历史纪录。因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末期日本内阁会议把钓鱼岛改名为尖阁诸岛，归入冲绳县管辖。这跟马关条约割台是同一个年份，所以对中共来讲尖阁不只是领土，是甲午记忆的活体标本。你敢踩我，你他妈的我就让你永远后悔。第二个，北边俄罗斯领土争议是北方4岛，俄方叫做南千岛群岛。日本从来没有承认过2战结束时苏联占领北方4岛是合法的。每年2月7号叫北方领土日，日本首相呢要公开强硬表态。来，西北边也有，北韩争议点是飞弹，还有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主岛吧？那个岛的名字我记不太得。2025到2026年北韩认为它的经济海域是它的内海，多次飞弹试射飞越日本海，飞弹的轨迹直接从日本上空过去。各位看清楚，韩国只面对一个邻国威胁，就是北韩，他跟中方交好，他跟美方交好，他跟台湾没那么好，因为他不想要得罪中方。菲律宾呢，只有一个邻国威胁，在中国南海有领海争议。印度呢，只面对一个邻国威胁，在中国边界，就是那些在山上这个高原嘛，4000多公尺，不准拿枪拿弹，要拿肉搏兵器。当年这个印度那边军人为什么死？是被打到河里面之后冻死的。台湾呢，也只有一个邻国威胁，叫做中国，对吗？主岛也叫独岛，对。只有日本同时面对3个，而且他的右派还在那边起笑，在那边给搞，在那边想办法到处冲撞干。为什么？因为他以为他是日本的小弟，嗡嗡嗡嗡嗡嗡嗡，我废你，我后面有老大哥体，干，嗡嗡嗡望出去之后，门一打开，老大哥退了。现在日本怎么样？来，我们先讲这3个跟日本敌对起冲突的国家，还会互相串联呢。我跟你讲一个关键的事实中俄从2010年开始就在拉俄罗斯一起对抗日本，希望俄方在尖阁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俄罗斯10几年来一直拒绝没有同意因为俄方重视日俄关系，毕竟北方4岛还没解决，俄方暂时不想跟日本撕破脸。但是2025年跟26年，中俄轰炸机联合飞行至少4到5次2025年6月飞东海、日本海，
8月首次进入北美防空识别区 ADIZ， 10月飞西太平洋，2026年3月，2026年5月。各位，这是什么讯号？俄罗斯转向了啦！俄罗斯转向了，为什么转向？因为中俄联手把日本当作东亚的乌克兰，这在2010年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2026年发生了。更狠的是北韩，北韩2026年的飞弹试射不只是吓日本而已。美伊军事冲突长期化之后，驻日美军、驻韩美军的一部分兵力已经被抽调到中东了。凤凰网的报道用了一个冷静的词，叫东亚会不会出现力量真空？会呀，当然会。少了那么多人，少了那么多颗飞弹，有没有力量真空？我都不知道萨德的雷达有没有调到中东去了呢？韩国总统府的首席发言人江由珍在5月19号的记者会上承认，中东局势导致供应链跟能源市场不稳定，这就是日韩故乡外交的真正起点，不是友谊是恐慌。但我大台湾中华民国最棒了，我们的能源完全没有问题，大家开开心心，尽量开冷气，不要害怕。党跟你讲没问题，就是没问题。来，谢谢 TikTok 的简简单单做自己，抖内这么多的贴图。来，日本被3个方位包围，连找盟友都要绕道。韩国1月的时候，还有市民团体在首尔抗议，反对于扭曲历史、侵犯主权的日本进行军事合作。5月19号高日访安东当天当地也有市民团体发起抗议，谴责高市威胁东亚和平。日本要找的盟友，连对方的民间都不欢迎日本那么台湾呢？台湾只面对一个邻国威胁，地理上比日本好得多，但问题是我们的民众，我们的青鸟好像没有日本人那种不能有第二个错误的紧迫感，大家都他妈很放松。哎呀，沈伯洋真是太棒了啊！他为什么不选总统？好可惜呀！我每天看他讲话，我都觉得他聪明到要翻过去耶。好啊，你开心就好。所以各位，为什么我说日本会先出事？地理上日本同时被3方位包围，战略容错空间比台湾小得多日本只要在3个方向任何一个国家中间犯一个错，就万劫不复，因为3方其实私底下可开心了，可联络的多了。台湾只面对一个方向，照理来说应该更从容，但实际的状况是日本急到去找仇人，台湾急到不知道要找谁那就找沈伯洋嘛，好不好？伯洋最开心的来，我们继续进下一个段落。俄罗斯已经转向了。俄罗斯为什么转向顺带一提，跟各位介绍一下，小弟手上拿的呢是今年我试吃了10几种苹果之后，觉得最好吃的产品，这个叫做 Honey Crisp G-Wiz， 这个品牌有自己的袋子，它的昵称很屌，它叫 The Apple。老子就是 Apple 中的 Apple， 我们就是苹果中的苹果。根据我家的小孩试吃跟我个人试吃你一次定是有3袋，每袋有6颗。它虽然比较小一点但它真的超脆的。我强烈建议各位应该要下单订购。谢谢七喜加雪碧抖内的一个爱我，不然你听听看，那吃起来是什么声音？各位很开心苹果要这么好吃不容易水蜜桃太贵了，
我家买了一个6颗，妈4000多块，靠北，我才吃了1颗，被我儿子们全部吃光光。马斯伊他处理说 Honey Crisp 就是脆甜的苹果，我跟你讲，这个苹果真的赞。小弟在北间哦吃了大概200颗以上的苹果，因为为了保持维他命跟那个养分的均衡，你每天要至少吃1颗。妈，我吃着吃着，从美国富士吃到美国华盛顿，吃到秘鲁，吃到纽西兰，我都吃过。最烂就是秘鲁了，妈不好吃干。而且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我们合作的厂商是苹果专家，你看我网页上一列出5种苹果，同时间随时有5种，就看看。来，接下来我们要讲俄罗斯啊，各位，俄罗斯转向喽。俄罗斯怎么转向？5月12号到5月22号11天里面发生9件事情。5月12号星期一，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东京，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接见他15分钟。相信我，高市早苗想更久，但是对方不愿意。各位要记住这15分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不是会晤，是降级版盟友沟通。财政部长来见你的首相，而且地位摆得比你还要高。原先日本的天真的模式是什么？一级方案哦。一级方案是高市要抢在川普访北京前，把川普先请来日本，当面跟他植入对中认知。植入这个词哦，意思是强行硬科灌输，这不是请客吃饭了，是要改造川普的脑袋。但川普没答应，所以日经把这个构想叫做幻之来日，你幻想中他会来日本。5月13号星期二，川普飞北京，日本的一级方案彻底死亡。5月14号星期三，川习会结束，川普在福斯访问里面说了3句话，每一句都很重。怎么重呢？第一句，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第二句叫习近平主席a tremendous leader， 不可多得的伟大领袖。第3句呢，他从空军1号一下来，就讲我会跟治理台湾的人谈话，后来做决定。各位，治理台湾人称呼什么意思？The person running 是中性偏轻蔑的称呼，比 president 低2级呀。意思是说你没有正式职称，我就把你叫那个谁，或者甚至意思是 the manager。你会说 the person running my company， 当总机问你找谁，但你不会用这个称呼指称国家元首。各位，我国的现任总统被川普降格为台湾公司的店长。5月15号，川普在安德鲁空军基地说会在批准对台军售前与台湾的掌权者对话，但到现在没有对话，意思就是那不会批准对台军售。5月17号，白宫公布的文件里面453字，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台湾。5月19号，高市急访韩国庆尚北道安东，这是6个月内第6次日韩首脑会晤，史上首次2国元首互访故乡。
你看我现在吃苹果都吃得很干净，吃到吗？几乎没有剩，因为这个苹果到最后一口都很好吃。各位看清楚啊！5月19号夹在哪2天中间？前一天5月18号是川普访北京之后，后一天5月20号是普丁访北京，高市硬挤进这个缝隙。主议题是什么？他跑去韩国跟人家谈中东能源呐、日韩达成了原油、石油产品、天然气互换协议 ，AI 合作也是一个议题。水喝完了。但你发现一件事情，你没有？会议里面完全没有公开讨论台湾议题，为什么？因为日本知道川普才刚从北京回来，现在公开谈台湾会被川普拿去当交易条件，日本只能谈能源，这是日韩两国最不敏感的合作项目。而且李在明对中非常友善，你他妈日本一直在那边挑衅，上一次越南的官员都跟日本讲说，拜托你们高市早苗不要一直在那边废话好吗？影响东亚局势均衡，对我们不利。更绝的是，李在明在跟高市见面之后，日本外务省高官的原话叫做“日韩的战略利益现在完全一致”。各位翻译一下这句话，叫做“我们同样都没有主导权”。5月20号，普丁访北京，中俄联合声明里面还特别出了一个日文版啊，叫做第一次合体点名日本的军备急速扩张。5月21号，经济学人说美中关系回暖对日本是个坏兆头。5月22号，日经的社论直接指着川普的鼻子讲，你绝不可以与习主席进行交易，更不得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话？当然只有你急的时候。这11天的讯号是什么？这叫 Nixon Shock 2.0， 尼克森冲击 2.0 啊。1971年尼克森突然访问北京，没有事先告知日本。日本当时叫做 Nixon Shock， 当时的田中角荣政府反应是震惊抗议，然后迅速跟着美国重新调整对中政策。2026年的版本更残酷啊！日本连1971年那种事后反应的机会都没有了，当年至少还能抗议，这次高市早苗连事前邀请川普的构想都被拒绝。各位，我跟你讲白一点，日本不是 Nixon Shock 2.0 的被害者，日本是 Nixon Shock 1.0 之后55年都没学会自救的后遗症患者。尤其是日本右派一上台，他以为全世界都支持他，偏偏没有，偏偏没有。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段落是本人小弟我没事一直刷抖音的一个额外的成果。什么叫做额外成果呢？因为这是我在抖音上看到的。我不知道各位看了这一张图片，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这是中方最近大整改 AI 剧 AI 漫，但是我最近在抖音上面，除了小姐姐跳舞之外，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穿越了。以前是不得穿越，不得成仙，不得成妖，不得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后不得斗法的。但是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为什么这样子呢？各位深呼吸，从娱乐角度看中央军委在想什么？你想想看，
我们在最前面看到的3家媒体72小时同步认证日本急了。接下来的段落看到日本被3个方位的敌国或者是不友好国包围。前一段你看到了 Nixon Shock 2.0 的时间轴。现在问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我下一个这么大胆的标？为什么我下这个标没有人在台湾说这件事情？因为答案不在地理上啊，是在中国人的脑袋里面啊。各位，你如果像我一样常刷抖音，我现在已经很少刷抖音，我通常都是有空的时候刷个5分钟，而且我很控制。但是光是我这么控制，我就看到好几个版本的穿越剧了，有致远舰的穿越到南洋海军，有动52还是动55大区穿越到太平洋跟日本联合舰队作战，然后有穿越到卢沟桥，有穿越到南京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啊，等等，我拉回来讲，因为对台湾这2套系统是完全不同的，对日跟对台叙事系统就不一样。对台湾呢，中方用修辞包袱锁住自己，两岸一家亲，中华民族复兴，和平统一最优先，血浓于水，祖宗都不能选择。这个修辞讲了70多年，所以中方内部对台叙事的框架是：这是迷失的孩子啊，出了什么事是家里的事情，是自己人。所以对自己人不可能下重手，他总不可能把你从101楼上丢下去吧？虎毒不食子，这是中方在台湾议题上面的说法。Scott MX00 说，唯一支持虾仁宇宙，现在连虾仁动画都下架，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吧？去看看。来，所以对日本呢，中方从来没有松口过，历史写在就是历史写在，锁得死死的。而且因为日本的右派很丢搞，很假会，他从来不道歉，从来不认错。德国道歉了几十年了，以色列还拿这个来情绪勒索他。结果嘞？结果日本连道歉都不道歉。B 站全是虾仁，但我抖音虾仁都全部被下架了。你看吧，虾仁现在很危险啊！你各位自己小心，看1秒少1秒。来，这条血战呢，在中方的清单是写得很清楚的。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舰队覆没，致远舰带的舰长邓世昌与舰共存亡，沉没在黄海。1895年1月14号，日本内阁会议在甲午战争还没完全结束前，把钓鱼岛改名为尖阁诸岛，归入冲绳县管辖。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给日本。钓鱼台跟台湾同一场战争，同一个时间段，同一个结果。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8年抗战开始。但是中方说法是14年抗战，他好像是从918开始的。台湾这边学的不一样，但是我知道状况，我们就先用这边的说法。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老弱妇孺30万人全部毁于日本军的刺刀之下，而日本至今从来没有认错。1941年起，731部队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跟人体试验。1972年，毛泽东对前中剿容主动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这每一条都是没有忘记，有没有原谅可以再讨论，但是他从来没有被忘记。中共随时可以拿这些弹药出来用。那么今天中国的民众真的还记得这件事情吗？我告诉你，记得，字字句句片片都记得。每年的918，全东北包含了沈阳、哈尔滨都会全市静默1分钟，然后拉响那个防空警报。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
没有人像台湾一样啊！干，你被杀了几十万人之后，说谢谢八田雨衣，干，真的有病真的有病。然后2025年啊，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中方高调纪念电影731啊。上映数天，斩获数十亿的票房，打破单日纪录。学者燕志华的分析直接点出，民族主义情绪冲动为抗日电影买单。那个时候好像不止731，其实有网友影评说731拍的并不好，而且我说坦白讲，就算我可以看，我也不想看这种虐杀的片子，太闷了。你最后没有办法报仇啊！干，那时候731的那些混账，通通被美国救走，拿数据换他的命，所以根本没有东京大审判。好，但是更狠的不是电影，是你在抖音上看到我这边说的穿越的这些视频，看到没有？福建舰穿越到甲午战争，然后跟当时的致远舰并肩作战。这个很煽情啊！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很煽情。那我再继续往下讲，不然你自己可以去找找看。这个你没有注意到，是真的很不清楚。来，抖音、B 站视频号、快手上突然爆红了一个流派，很多是自己做的，但有一些是官方转贴的。现代解放军啊，一个加强合成旅穿越到1937年的抗日战场，画面是 AI 生成的4K 高清，内容是现代装备的解放军士兵跟1937年的那时候好像八路军没有参加主战场，但是总之啦，他有跟八路军并肩作战。台词是什么？先辈们，你们辛苦了。这个流派最常被穿越的历史节点，是真正当年抗战时期最难打、最一面倒的战争。1937年淞沪会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1937年南京保卫战，1937年平型关大捷。各位猜猜最少被穿越是哪些？台儿庄战役，因为那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我记得对岸网友小时候有看过，很感人。但是因为那是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那是国军的正面战场，党不要中华民国国军的英雄叙事被 AI 复活，不可以，不可以。然后也不会有穿越马关条约签订现场、钓鱼台主权交接，因为这会直接连接到台湾割让，这件事情太敏感。沉默的就是禁区，不准碰。那如果你说，哎呀，刚刚贝尔乌萨斯说没有啦，没有啦，这个民间自发，其实不是。有，对，贝尔乌萨斯讲没错，就血战台儿庄，可是很久没有再拍那个时间点的故事了，因为那不是八路军的主战场。来，2026年4月23号，中国海军77周年纪念日。干，要不是我最近忙，我真想下载了给你看，就是真有，不是我在骗你的。央视军事的中国军号亲自下场转了一支 AI 短片，福建舰穿越到1894年的甲午海战，主台词是什么？是吉野号已被击毁。吉野号是甲午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舰，重创过致远舰的凶手。央视让现代的福建舰穿越时空回去把吉野号击沉。这不是民间二创，是央视官方下场做的对日历史复仇。还没完，2025年8月，中国军号，这是解放军自己的媒体发布了首款AI 抗战主题互动视频《长夜烽火》，背景是1937年的南京。2025年12月，东部战区融媒体中心，就是每次军演的时候，他会发一些阿萨布鲁的影片，他这是很认真啊，他发布了 AI 短片，叫做《连舞群歌斩独盗》，无人机蜂群打台湾。
标题用战股专栏打 logo。各位看到3层结构了吗？第一层，党自己生产的央视军事中国军号东部战区亲自下场做英雄看盛世，亲自下场做这个太平盛世幸好有我，亲自下场做跟当年的这个前辈英雄们并肩作战的故事，是真的。你看，不信你去找，这个是我模拟做出来的封面图，但是好几个好多。然后嘞，框架是和平感恩，包装是这样包。第二层，党选择性的容忍民间自创。河南小伙创作了盛世有你的 AI 短片，被红星新闻专访，得了洛阳的 AI 大赛奖。B 站 AI 创作大赛8300多件参赛作品，143部破100万播放，一等奖拿到100万人民币。框架是爱国主义 AI 创新，党很乐于展示啊。第三，党对失控的二创出手整治。2026年1月，广电总局启动了 AI 魔改专项治理，1月清了5000条，2月清了23000条，4月累计超过5万条影片下架。但你猜的被清的是最凶的是什么？是色情、邪典魔改、抗日穿越题材整体幸存。各位明白了吗？谢谢 Linda 斗内的阳光。党整治的是失控的二创，不是仇日的二创。知乎上有人公开提问，为什么只有抗日神剧，没有抗日科幻剧？例如现代解放军穿越并用现代武器打鬼子。这个提问本身就是民间需求的证据，民间有需求啊。而党用央视福建舰穿越甲午，中国军号长夜烽火，东部战区连舞群歌，填满了这个需求。那对台湾呢？你去搜一下抖音呢，有没有现代解放军穿越解放台湾的 AI 视频爆款？没有啦，一条都没有。基本上你敢留先打台湾后揍日本，解放台湾后揍小日本这些留言，全部都会被审查删除。我跟你讲白一点，党允许14亿人对日本做幻想，不允许14亿人对台湾做同样的幻想。这不是因为中共对台湾比较温柔，是因为中共对日本更想动手。对日复仇有现成的历史叙事链条啊，就是130年来的国仇家恨。甲午、马关、卢沟桥、南京731，这套说了100年，全民族都会背。我跟你讲，我第一次看到731的记录，是我小学的时候在明伦国小的图书馆看到的。只是现在没有人记得而已，台湾没有人记得，台湾根本不知道。对台动武没有这个叙事链条，只有两岸一家亲的修辞包袱，动手成本很高，海外华人会撕裂，国际合法性会质疑，国内民族情感逻辑会混乱，所以对日复仇可以拍成 AI 大片，对台统一只能拍成两岸一家亲温情剧。这个拍法的差别就是台湾的缓刑期长度。但是各位听清楚啊，我们是比较冷静，比较跳脱，我们知道有缓刑，但是有些人为了竞选，为了赚钱，他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所谓的缓刑呢，只对知道自己被缓刑的人才有用。台湾有些人知道，但他假装不知道，这个时间对台湾来讲是浪费掉的时间。而日本人呢，他们知道自己会先出事，所以他们先动了。来，
第4章啊，我们把镜头要转到高市早苗本人身上。啊，但我要先念个斗内，我刚到现在忘了斗内了。乙说，说不定这个目标会达成，不会啦，因为最近那个目标坏掉了。李景浩，我还是再谢谢一下他的斗内。坏掉龙九说，请支持 Super X 钻石反射镜。阿鲁巴老朱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请问老朱祝福打气，谢谢。我们明后天就要开始寄蜂蜜哦，你最好趁现在赶快下单，赶快加油，搞不好这个礼拜可以寄出去，你这礼拜可以收到哦。山仔医生说小斗支持，谢谢 Linda 的阳光。顺带一提啊，我目前的投票说，在听今天的直播前，你知道日本现在的外交处境这么艰难吗？58%的人说完全不知道，台湾都报日本大哥哥的好，没人说真相。31%的人说我知道，但是身边的人只关切股票。12%的人说我不知道，因为日本不是对我们好，就是世界最强吗？好啊，你开心就好了。来。第4章，我们把镜头转到高市早苗本人身上。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就任日本首相，她是日本战后第一位女性首相。她的政治路线很明确，强烈右派。我跟你列出高市早苗的施政清单哦。第1条是防卫预算，原本日本目标啊是2027年年度要达到 GDP 占 GDP 比2%。高市早苗上任之后，把这个提前到2025年度，当初预算加补正预算合计约11兆日元，整整提前2年达标。但美国还不满足 ，Elbridge Kobe 要求日本提早到 GDP 3%。日本外务省或非公开传达，就私底下跟他讲，希望日本提升到 GDP 3.5%。野村证券估算啊，如果2031年真的达到 GDP 3%，日本的防卫预算将达到19.6兆日元。19.6兆日元是什么概念啊？这比日本年度社会福利预算的成长量还大。第2条是什么？靖国神社路线。各位请看清楚啊！高市早苗就任前曾经表示，希望能营造盟国跟周边国家理解的环境再来参拜。他上任之后实际做了什么呢？2025年的秋季立大祭没有亲自参拜，2026年的春季立大祭没有亲自参拜，但是他在春季立大祭以内阁总理大臣高市早苗的名义奉纳了真神贡品跟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各位，御串料是什么？就是神道教里面好像就是红蛋笔树那个神树枝啊，绑了纸条，那个叫御串，那是供奉给神社神明的礼物。御串料就是献祭费用，等同于以首相名义出钱支持靖国神社。人没去，钱去了。而且靖国神社为什么一直有问题？它跟世界各国的烈士忠烈祠不一样。他把当初被判绞刑的一级战犯也放进去。战争罪的人放在这一个神社里面供奉，你每一次去不是道歉，你就是踩在所有日本侵略战争的人受害的伤口之上。大概只有台湾人会高兴，其他世界各国都不高兴。中方什么反应？他立刻提出了强烈抗议。在听直播的各位，这就证明高市的右派路线，连软板，就是他连服软说啊，我只要出钱就好，都挡不住中国的反应。他想要用奉纳而不参拜打擦边球，但是中方根本不接受擦边球，所以他的右派赌注完全没有回旋空间。第3条，5月19号，安东的故乡外交。不，这就是把八田雨衣放进忠烈祠的意思哈。
来，5月19号呢，高市急访韩国庆尚北道安东，这是6个月之内他第6次见李在明，史上首次互访故乡，韩方准国宾规格接待，大邱机场仪仗队加军乐队加旗手，李在明在饭店门口亲自等待，安东炖鸡晚宴，传统传油火把表演，礼物清单是什么？李在明送了合回假面木雕相框、9件面具相连、朝鲜通信史套装、雪花器皿，特别融入高市丈夫故乡日本福井县的雪景。高市回赠福井县的眼镜，李在明把自己的眼镜摘下来试戴，高市直接接过李在明的眼镜戴上。嗨呀，这一招真的好棒啊！一国首相真的跟妈妈桑一样，把人家眼镜来戴自己脸上，开不开心，可不可爱呀？来，两人散步闲聊。高市还跟李在明说，日本首相官邸闹鬼，每晚会听到奇怪的声音。各位，这画面听起来很温馨，对吧？但仔细想，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呢，这个故乡外交是日本主动向韩国示好，韩国的回应是什么？5月19号当天，安东当地的市民团体发起抗议，谴责高市威胁东亚和平。1月12号，首尔还有人示威反对与扭曲历史、侵犯主权的日本进行军事合作。如果来台湾，台湾一定超欢迎。但是高市早苗当首相期间不可能来台湾，他如果来台湾，你看看那个结果承不承担得起？日本的造访连韩国的民间都不欢迎，更关键的是会谈的主议题是中东能源，不是台湾呐。为什么不谈台湾？因为日本知道川普才刚从北京回来，现在公开谈台湾，等于送上煤给川普当交易条件呐。你把屁股撅起来了，川普一定打你的，所以他只能谈能源，只能谈能源。最讽刺的是什么？李在明跟高市见面之后，川普分别打电话来通报美中会晤的细节，这不是通报，这是交代啦，这是交代。谢谢 NGRCY 5斗的爱心，然后 McKinsey 说眼镜上有对方的体温，这是很诡异的动作。Again， 我没有想到体温这件事情，好，亏你想得远。好，乖，来。各位，完全一致，所谓的战略利益，日韩的战略利益完全一致的意思是，我们现在都同样被动啦，美国大哥哥怎么交代我们就怎么交代。第4条，中国的稀土禁令反击。高市2025年11月7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即兴说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11天后，2025年11月18日，中国对日本实施稀土加双重用途品 （Dual Use Items） 出口禁令。各位，稀土是什么？是高科技电子产品，是电动车的马达，是 F-35的战机、半导体、精密仪器的关键材料。中国占全球稀土产量约70%。日本想要从哪里补？高市跟李在明这次会晤，双方达成共识，加强关键矿物的供应链合作。但韩国本身的稀土产量是0啊，根本没办法补日本被断的供应啊。高市拒绝收回11月的发言，他付出了整个日本稀土断供的代价，但他不退让，表示这是他的国策。各位同学，这就是高市的右派赌注啊！他赌的是什么？他赌的是日本如果不在2025年到26年这个窗口加速重整军备，等中俄朝完成战略整合之后，日本都再也没有机会了。有网友说的对啊，卡鲁比都没有颜料可以印彩色的包装了，现在变黑白包装，搞得跟丧礼的那个祭拜一样。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乖乖变成黑白乖乖，这还有效吗？这个历史
类似在1937年决战满洲的赌注。日本明知道会付出代价，但时间窗口在缩短，差别在于当年的日本是要扩张，今天日本要缩回来自保了，但结果一样，你的右派路线一旦启动，没有退路，各方的国家也都没有退路了，没有办法。Stewart Huang 说日本还是去海里挖稀土啊，你有看到那个新闻对不对？他说干，我们可以从这个冲之鸟礁的周边海底稀泥巴挖稀土出来，就后来证明几十吨的稀土袋只能拿到几克的，几十吨的泥沙可以拿到几克的稀土，搞屁呀，根本没有用，好不好？根本没有用啊！来，我们来看一下高市的右派路线哦，在经济层面它付出了什么代价？它付出的代价其实很重很重。先看数字。第一条，日经225指数。日经225指数是什么？日经225指数是2026年2月高市赢得大选之后，高市交易也推动日经225一度突破58000点，创历史新高。市场相信高市等于安倍经济学 2.0， 大胆货币宽松加积极财政刺激。那今天呢？2026年5月22号收盘是37542.87点，当日跌了 0.38%， 从2月58000点的高峰跌到5月37542点，跌幅 35% 啊！各位，这是什么意思？高市交易、高市经济这个故事呢，3个月内被市场用 35% 的跌幅打了一巴掌。第二条是日元汇率，美金对日元的汇率收盘价是 143.85。各位，你会想，日元143不算太糟吧？没有逼近160元的央行干预警戒线啊。对啊，这就是日本市场的讽刺。日元没崩，是因为日本资金通通从股市跑去买日元避险，股市的鲜血变成了日元的支撑啊。所以日本股市现在很不开心啊。李典说，30几年前，我们的公司的日籍工程师曾经说过，日本不会选出女首相，会完蛋的。那时我们还骂他歧视女性，现在只想道歉，呵呵。来，第三条，4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3.55%， 创2008年以来新高。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1.68%， 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新高。长债收益率这么高意味着什么意思？意味着市场对日本政府的偿债能力长期信心下滑，所以不放心，不想把钱放在你那边，日本政府就要用更高的这个收益率来让大家把钱移过来。各位想象一下，日本政府接下来要支付 GDP 2% 的防卫预算，加庞大老年化的社会福利，加能源补贴，加 AI 投资，这些钱从哪里来？第4条，这看到就很好笑啦。液化石油天然气呢，对俄罗斯的进口呢，反增 29.5% 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他说跟俄罗斯恨得要死，然后要支援美国，制裁俄罗斯，结果嘞？2026年4月，日本对俄罗斯的液化石油天然气进口 67.4 万吨，相比于前年同期 52.1 万吨，年增 29.5% 啊！各位，这个数字吗？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这边我要学一下郭正亮，我同你说啊，日本嘴上跟欧美一起制裁俄罗斯，嘴上挺乌克兰，嘴上日韩战略利益完全一致，实际上，日本对俄的能源依赖反向增加了30%，有没有试吃？有啊。
这个小罐的就是试吃，或者是你自己可以到丰裕蜂蜜的饮料店去买来试吃。试吃看看嘛，我相信你会喜欢。但问题是，你要从我这边买小罐的呢，你最好就买3罐或4罐，一次4种口味都试试，看看怎么样，好不好？哇嘎比够，这一礼拜这个是龙眼蜜，而且你这种小罐可以买当季的蜂蜜，当季的春蜜有龙眼、荔枝、丽龙、鸭脚木，就是小罐，你试试看。你就试吃吧，这个小罐的很便宜啦，但是你买了会不会划算？这个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日本嘴上跟欧美一起制裁俄罗斯，嘴上挺乌克兰，嘴上日韩战略利益完全一致，实际上日本对俄能源依赖反向增加了将近30%，这就是日本的真实处境。嘴上对中强硬，对俄制裁，对美紧跟，但能源底层的命脉完全不在自己手上。最荒谬的是什么？第5条啊，没有石油了，日本连香蕉都没得吃啊！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为什么？因为日本经济日报5月24日报道，日本香蕉进口商协会跟英国金融时报说，中东局势日益紧张，伊朗战事让原油供应中断的风险升高。日本香蕉是99%从菲律宾海外进口未成熟的香蕉，再用乙烯气体催熟。乙烯是由轻油 naphtha 生产，任何原油供应中断，催熟过程就会直接受到冲击。承诺说鸭脚木蜂蜜建议买大罐的，不然会后悔，很快喝完。靠妈，很快喝完，那1200块一罐嘞，这么大一罐嘞，大罐是这么大一罐嘞，各位你很快喝完哦，你了不起哎。哦，我最近应该把它倒过来啊，妈有一点点沉淀。简单来说啊，现在日本没有中东石油，超市连香蕉都没得吃了啊！各位，没有香蕉了啊！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台湾要不要赶快进口香蕉去给日本吃？可是不行，因为你进口那种不够生的香蕉，你运输几天他妈就熟烂掉了，所以没办法，日本一定要催熟。它从货柜下来落地之后才能催熟，怎么办呢？怎么办？它不能进台湾的香蕉啊！第一个，冷链有一个内核，就是它是从大太阳底下摘下来，对不对？然后你堆到冷链里面，干中间还是热的哎。之前林嘉欣有讲过啊，你冷链弄一个大货柜全冷链，中间还他妈20几度，有很多凤梨中间就这么烂掉了。那你香蕉不是更脆弱？那香蕉这样子搞，冷链运到日本去，从绿色变黄色之后，3天之内要赶快到超市赶快卖掉，不然就黑了啊。所以哦，而且不只是香蕉哦，奇异果、酪梨，其他需要采摘后催熟的进口水果都会面临类似的冲击。顺带一提，我们这次带货也有酪梨，我最近的晚餐跟早餐都吃酪梨，因为它是好棒棒的原型食物，它可以配上起司加上巴萨米克醋，或者是加酱油加芥末，当做鲔鱼托罗吃，好东西。而且更惨的是什么？干没有香草冰淇淋啊 ！Vanilla Lin 香荚蓝泉呢？这是冰淇淋、巧克力、蛋糕用的香草精的关键成分。为了供应全球庞大的甜点市场，食品工业必须要大量仰赖人工合成的香荚蓝泉。而人工合成需要以清油为基础的化学物质，没有中东石油，
日本人不止没得吃香蕉，连冰淇淋、巧克力都会涨价。再往医疗领域走啊，秦明今天没听，很可惜。秦明会告诉你，他想要囤积那个医疗用手套。来，医疗干什么叫老猪夸张了？我跟你讲，你有种，现在台湾香蕉出口日本看看。你搞不懂，我们过去一直在跟这个农业议题，现在台湾已经完全输给菲律宾来的香蕉了，所以根本就没你的市场。就算没得催熟，也轮不到台湾的香蕉市场。一旦被人家占走之后，你还要想要再抢哦，除非你再来一次东京大轰炸，把所有船都炸掉，然后你用飞机运过去啊。被占掉的市场就没有了。流浪轮子说：“是不是我们大陆的牛油果？”对啊，就是牛油果啊。台湾香蕉已经输了这个市场，就不会再回来啦。你以为是妈爽文爽剧哦？囤积医疗手套要拿来卖啊？来，医疗领域的疫苗注射器、各种医疗器材、手套。很大一部分依赖清油制成的塑胶，日本政府已经宣布计划将部分医用手套库存投放市场。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叫战备物资投放。日本政府要超前部署啦！妈，陈时中现在不知道在干嘛，怎么不再跳出来说我来教日本，我来咖你嘎？日本呢？超前部署。他们已经在准备中东石油会持续断供这个情境了。干台湾好棒棒啊！台湾没有台湾没有在准备。干我们好像永远上帝会赏我们石油，是不是？干我不知道，台湾 No.1 赞啊！日本在准备，台湾没有啊。好了，问题来了，美国攻击伊朗，伊朗报复威胁关闭荷姆兹海峡，最受伤的是谁？不是美国，是日本各位同学，这就是高市右派路线的真正悖论啊！他要用对中强硬加对俄制裁加对美紧跟来保卫日本，但日本从香蕉到注射器全部都依赖美国攻击的中东国家输出的石油。我跟你讲，这就叫等价交换。你要对中强硬，你要付稀土断供的代价。你要对俄制裁，但 LNG 进口反而增加 29.5% 啊！制裁是嘴上的，依赖是真的。你要对美紧跟，美国攻击伊朗，你连香蕉都吃不到啊！右派的路线没有免费的啦。我们家的那个谁谁谁呢？他做的是反向操作啊！对中软化，对俄不表态，对美什么也不敢说。各位，你想象一下，日本选择了高代价的强硬加依赖混搭路线，付了35%股市下跌的代价；台湾选择了零代价的软化模糊不表态路线，付了什么代价？付了被川普称为治理台湾的人的代价，付了140亿军售被搁置的代价，付了白宫 fact sheet 谈到台湾零次的代价。各位，这两个代价哪一个比较大？我顺带一提啊，如果各位要讨论在这个热天里面什么样的水果比较久放，来，我首先强硬推荐第一个苹果，本台带的精致进口苹果，大概是市面上所有的水果店里面最多种的，有纽西兰大概2-3种，然后有这个美国的也是2-3种，加起来夯不啷当6-7种。秘鲁那种南美洲的不好的苹果我们不进的。然后黄金奇异果，顺带一提，这个礼拜5货柜会开柜。如果你想要吃黄金奇异果，你现在下定，下礼拜马上就收到。然后还有酪梨等等要讲。我跟你讲，在北间妈的那个香蕉是奢侈品啊！他一天整个北间4400多人，只进2大楼。你不是特权啊？好，我不要这样讲。你不是很有看展的人，你根本吃不到，大概只有李宗瑞吃得到啦。我们根本吃不到，我在里面吃到过2-3根呢，那代表大家对我很好，好不好？所以你根本都不要想。我跟你讲，以后如果有什么水果卖不掉，你一律丢去监狱。同学们超爱的，好不好？
火龙果有一个问题，不能摆超过1个星期。我们在监狱里面，妈房间都30几度，然后没有冰箱，你泡水里面会烂。你知道最惨的就是同学晚上要把水果跟白天拿到的菜放到那个铁窗边边，晚上夜风吹比较不容易坏，放2天也坏了。所以第一个，我们吃的水果，第一个没有香蕉，你不要想。第二个，火龙果呢，大概可以放3天，再多不行。有的时候它会用发的。第三个呢，最好的还是柳丁跟香吉士啊。我在里面吃的香吉士大概吃了400多颗啊。1个礼拜我天天就订3包香吉士，3包香吉士，3包香吉士，就是18颗，然后再来就苹果，这些东西都耐放。所以如果你要现在，我们也还有美国脐橙那个也是可以耐放的。奇异果呢，黄色奇异果也约莫可以放1周，但是1周是极限。有没有苍蝇跟蚊子？当然有啊，但是有的地方连蟑螂都没有啊！看，而且我们房间有一个佛教徒，他看到蟑螂会抓起来把它放出去。柚子应该可以久一点，我跟你讲，但有一个问题是，柚子其实蛮甜的，你如果一次要吃完1颗，你会 sugar high。所以不是没有柚子，中秋节有柚子，一个人还有2、3颗，可是放久它会萎缩。香吉士就是 sun-kissed， 就是 tangerine 啊，也就是不是橘子，那个就是橙子啊。背什么煎龟啦、鬼啦，他妈的，我连睡觉时间都不够，我给你背煎龟。所以蔡正元博士现在一定很辛苦，请大家，我们这边远远的吹着冷气。帮他打一个+1。我跟你讲，在房间里面基本上很多人热到全裸，但是上级不准，长官来巡视一定要穿上衣跟内裤。你不要说减肥皂，操你妈！你整天住在一个30度到40度的密闭房间里面减肥皂，你老二都硬不起来，好不好？请大家按个+1帮他祈福啦！我跟你讲。这个时间点最惨，而且冬天又冷，夏热冬冷。我在北监的那1年期间，他们我们送出去3个人，都是硬的跟木头一样送出去的。为什么？半夜睡就死了。你还减肥皂嘞？干！我告诉你，洗澡那水都是温的。今年台湾很难熬，而且蔡博士至少有2个寒暑啊，真的很辛苦。这几天超热，希望蔡博士一切安好。而且他最近也只能看着他当初硬扛不认，救了一命的马英九，现在不停的在有状况啊。小一哥好久不见了，但是他当年就是工作太辛苦，就身体出了状况，希望小英哥一切平安。好，至少有一阵子他常常来大斗啊，我希望他一切顺利。香吉士、柳丁都是保水的好东西，在监狱里面，你每1星期才能买1次的时候多买，然后再来苹果，但是不要买秘鲁的苹果，秘鲁苹果、智利苹果是我吃过最烂的。谁跟你70岁免关啊？80岁还有在关的嘞。算了，来，我们继续讲。高市早苗，你不要看妈右派在网络上找一堆网军在那边讲，台湾一直在那边鼓励。各位在线上的各位干你等等，这我一定要讲。说感冒就可以保外就医，我告诉你。我在那边住过一个舍房，里面8个人有6个都癌症末期，6个人加在一起，他的余命是他妈2年，你自己算算看，余命是2年呢。你要不要想想看？你以为现在你无权无势很容易保外就医吗？他妈
陈水扁能够在那边贴 threat， 只是他们狗运好，他是民进党的人，党救他，党放他。我见过好几个癌末的病患出不去呀，他就在里面。我跟你讲，我讲一个真实故事，这个讲完我就继续讲下去啊。我住的那个病舍啊，我不讲吗？6个人加起来余命不到2年，其中有个人跟我讲说，我现在保卫就他已经受到那种行销鼓励是这个样子了。我那说你怎么样？你是什么状况？他说是癌症。我说那癌症医生怎么跟你讲？他说医生上一次我去看的时候呢，他跟我讲只剩3到6个月。我说哈，3到6个月，你现在怎么还在这里？我说那是什么时候讲的？他说是当年3月，而我见到他的是9月，就是已经到了6个月，他基本上都在倒数了，但他还是出不去，那你说嘞？就没有了。你要不要试试看癌症会不会传染？你跟有癌症的人住在同一个舍房，一住1年2年看看，你可以试试看。你不要觉得会不会传染，我告诉你，没过的不知道。所以那个同学，我觉得现在可能都不在了，但他就出不去啊。就陈水扁可以在那边玩 Flash 玩得很开心，因为他是党的人。来，我们继续讲，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将近7个月，他的民意基础现在状况是什么？时事通讯社2026年5月16到17号的民调，3个数字砸下来，强力支持只剩 6.2%， 支持总和呢，一般支持加强力支持是 29.8%， 不支持是 47.5%。 各位，强力支持是高市内阁成立以来首次跌破1%，就是连1/10都没有了。什么叫强力支持？这是民调里面最核心的核心铁粉，会在民调员问你支持高市内阁的话，直接回答我非常支持的人。 6.2%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高市的硬铁粉不到1/16。对比一下，2026年2月高市赢得大选之后，全内阁的支持率一度冲到72%到 73%， 3月底跌到 59.3%， 4月18到19号因为访美回升到 70.2%， 这个5月表面回升，深层流失，整体支持率还在 29.8%， 没有崩盘，但是不到1/3了。但是强力支持这个指标首次跌破 10%， 这代表什么？代表很多民众勉强还支持高市，但已经不热情了。各位，这次政治学上最危险的讯号，冷淡的支持者，只要下一次有一个小事件就会跳船。47.5% 的不支持已经是定局了。但是在 29.8% 的支持里面，有2/3是不热情的铁粉，勉强，还好。那为什么民众还没崩盘？我跟你讲白一点，因为日本在野党更碎，跟台湾很像，在野党更不争气，更垃圾，更他妈烂的跟马吉一样。日本的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日本维新会、共产党4个在野党4个方向彼此互斗，国民民主党刚升上在野党第1的位置，立宪民主党还在内讧，民众的支持是消极选择，他不是真的喜欢高市他是更不知道要选谁，这就是高市真正的筹码，他不是强，是对手更弱。那台湾的那个谁谁谁呢？台湾的反对党国民党、民众党、蓝营跟白营，各位看看是不是一样的结构那个谁谁谁也不是强，是反对党呢内斗比他更惨。
2个东亚国家，2个女性跟男性的领导人，2个都靠对手更烂来支撑自己。差别在于，高市靠对手更烂，但他有真实的政策动作，防卫预算提前达标，急访韩国，对美紧跟。那个谁谁谁呢，靠对手更烂，但他没有任何真实的政策动作。5点10年承诺3天软化，白宫提到台湾0次，他也没抗议。川普叫他治理台湾人，他也没回应。高市付了35%股市下跌的代价，换到的是还能对外发声。那个谁谁谁什么代价都不付，换到的是什么？换到的是治理台湾这个称呼。各位同学，等价交换是一个科学定律，你想要获得什么，你必须要付出什么。谢谢黑桃 K 斗内。那日本付了代价，他至少还在桌上，台湾什么都没付，直接被踢下桌了。来，各位，我还是要感谢各位啊！我靠，妈，今天这个题目我本来没有把握会有这么多人听的，今天也到了1300了嘞，也到1300，这个是很难得的。我以为讲这种纯国际局势不会有人听的，但没想到，谢谢各位的支持啊！谢谢各位这么珍惜知识，因为没有人会讲这个知识。也谢谢黑桃 K 的斗内。那我必须要讲的是，这个知识我为什么我要苦口婆心的讲，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才会影响你的人生。他妈沈伯洋放什么屁，根本不会跟你讲啊，根本不会有影响啊。什么台湾的无人机上战场，台湾子弟不用上战场，靠腰！你以为解放军吗？是吃素的，他纸糊的哦，他不会打你这些飞手吗？当然就打飞手啊！那结果你说妈不用上战场，你开玩笑是不是？台湾是有射程吗500公里以上的无人机喽？哦，对，小谷先说这么多人不点赞，各位，我们现在多少赞呢？大家赶快按赞点赞，把我们的直播推出去。TP6 Allen 说送出7颗宝石的感谢，谢谢。我跟你讲，现在台湾只要看到新闻，几乎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你反而应该看国际新闻，看科技新闻，看 AI 未来怎么走，你才能够决定未来怎么走。625个赞，对不对？各位赶快多按一下赞啊，突破个800赞吧！因为我们后来发现，我大概有45%左右的网友是在我们直播完之后再看，所以你这边多按赞，让大家多开心一点，好不好？我们让他这个流量可以推播出去。来，接下来我们要看哇，有很多人可以来这边吃台湾的人血馒头，他可开心呐！为什么开心呢？怎么说呢？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好吃的对象，你就是一个好吃的对象。我还是讲，你去看那个76岁老人的拳斗工具，一点都没有意思，干你屁事嘞！你不如看一看，就像我们昨天做的直播，我强烈跟各位推广昨天做的直播，夯不啷当就2万多了。为什么？因为我教你怎么分辨失智，怎么度过失智，怎么做预先的法律处理，怎么继续往下走。哇，陈黄王爹真会夸奖，他说当然要听，因为台湾没人讲比朱大好。不是的，因为台湾没人有时间天天讲，干我1年要做365场直播所以能多听一次是一次，好不好？你能听到人家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你的领先优势，好吗？谢谢 Kate 的抖内这个 Just 说，因为内容越来越精了，我跟你讲，我接下来已经连做好4集的内容，都是经典中的经典那我自己都觉得棒，因为我每次都做到那个 Cloud， 我现在同时至少用 Gemini， 用 Hermes， 就是你如果念台湾的念法叫 Hermes， 然后用 ChatGPT， 然后用这个 Grok 交叉掩护，交叉的看。RWD 说有1554在线上，没有吧？我这边看只有1200多人。好了，随便了，
不重要，总之大家记得按赞，已经破700了，赶快再按下去。来，我们讲2个人，我不怕得罪人啊。第一条，一个靠台湾人血馒头赚钱的人，第一个叫刘彦甫。1994年在台北出生，跑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念政治经济学部，2016年毕业，2018年又拿了同校的政治学研究科新闻学硕士，毕业后直接进了东洋经济新报社，是一个日本的老牌媒体，财经媒体的，做企业情报部跟报道部记者，目前是解说部的记者。他的守备范围就一个。台湾海峡地缘政治、美中台博弈，日本社会应该要如何认知台湾？他靠什么吃饭呢？他靠什么吃饭？他是靠替日本人解读台湾的这个专业领域吃饭。我跟你讲白一点，他是靠台湾议题的留日台侨记者。5月22号，刘彦甫。你台湾可能没听过，但他真的很爱在日本讨拍。他用日文发言，他在 X 上发了一则文，说：“身为一个台湾市民，真希望川普跟习主席这2个人可以暂时闭嘴，不要再拿台湾大做文章了。”哇，一个小清新呐，小清新这样写，他以为大家都要拍拍摸摸，说台湾人好可怜。结果他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立刻被日本网友围攻，说：“哎呀，不要搞情绪表态，看看现实吧。”自己备战吧，各位看清楚这3句话，它原来是日文，我把它翻成中文啊，是日本网友的招牌嘲讽啊，意思是你只有情绪没有实际行动，纯粹抒情文呐。刘彦甫被呛到怎么回击？说台湾在这种犬儒主义下被晾了130年，同时取得了自由民主社会跟经济繁荣，而他逃到日本去，没有留在又是自由民主社会又是经济繁荣的地方。各位，为什么？哦，我跟你讲，我没有用 Perplexity， 也没有用 DeepSeek。Perplexity 的问题是它调用各个 AI， 我没有办法训练好单一的逻辑。DeepSeek 是我这个人太敏感了，我他妈随便就可以得罪人。你各位有没有听过台湾有任何一个人在用 Cloud 的时候触发了国安警报？他告诉我说：“妈，因为我在模拟解放军的太平洋战术。”他说：“你这个对话不能再继续，请退出，因为我模拟的东西没有有害的东西，但是都是会触怒别人的东西，所以 DeepSeek 3天2头，妈的，叫我不要问，然后叫我宕机，来，什么意思？好，来，我给你贴他讲的那一句啊，翻成中文，好吧？他原来讲的是日文。”这场 X 上面的小战役藏了什么？藏了一个趋势，叫做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见正在从同情台湾走向台湾自己要负责。当一个靠台湾议题吃饭的留日记者，在日本网络上只能用130年的抒情啊，中间还有妈60年左右是日本统治党现实主义的铁拳的时候，这就是讯号的啦。日方根本不同情你这个恋殖主义者，单恋殖民主义，这就是一个关键的讯号啊！这比中俄声明还要伤人。中俄是公开敌对方，他们发声明攻击日本不奇怪，但日本网友是日本社会的镜子，当镜子里面的人也说你台湾自己想办法。台湾的缓刑期哦，比想象中短得多啦，社会根本不支持。社会根本不支持你的时候，台湾有事，日本怎么有事呢？来，第2条 ，Threads 上面有个年轻的日本网红叫 Yuto Japan。其实这个人没有什么名字，但是我贴给常常跟我联络的日本教授看的时候，他说：“干，这是一个妈仇恨言论网红。”来，没关系，但是你知道这个仇恨言论网红说什么？这仇恨言论的网红呢，说：“哎呦，你各位呀，
你各位啊，他说什么？我是日本人，我最近从新闻报道中得知，美国总统川普计划跟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举行这次会面的议题是军售的事。私は两人会面，我希望这对台湾有利的事。身为日本人，我热爱台湾人民，另一方面，我憎恨中国，台日友好的事。配图是一个小可爱自拍哦，加中华民国国旗的 emoji， 加红心 love 的 emoji 啊。获赞 3.5K 3500个按赞，留言223则，转发105则，分享579。各位，这就是收割台湾市场的日本舔台网红模式啊！我热爱台湾人民的事，我憎恨中国的事，巴嘎亚喽，台日友好的事。3段样板，你看清楚他写什么？如果这两人会面，我希望这对台湾有利。他根本就是他妈活着站着在放屁呀、根本不会会面，好吗？会面呢，所以台湾人就觉得，好棒棒的事，好棒棒。来，经济学人5月21号副标题用的词叫什么 ？bargaining。川普在跟中国讨价还价，卖台湾武器。这个小日本网红完全没看懂，这里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小网红啊，我没有要说小日本，他是个日本的小网红。他把川习会后川普跟赖清德通话这个筹码游戏理解成我希望会面对台湾有利，但这种垃圾狗屁发文拿到了3500个赞啊，竟然比陈水扁有时候赞还要多啊！台湾 Threads 用户喜欢是这个，而不是日经那篇真的为台湾着急的社论。而且各位哦 ，Threads 不要高兴哦 ，Threads 在台湾很红，但是 Meta 已经把负责台湾 Threads 的那个家伙给开除了。他在 Threads 上面各种轻鸟讨拍，结果他妈被资遣。你觉得 Meta 有很在乎台湾市场吗？没有啊，笑死人！那个小日本不是那个日本小网红，根本没看懂啊！我跟你讲，这就是两种吃台湾人血馒头的模式啊。模式 A 用自己的血统收割日本市场，代表人物刘彦甫，早稻田毕业加东洋经济新报社加解说部记者，靠台湾议题在日本媒体圈当专家吃饭。当日本网友开始说你自己备战吧，他饭碗会变轻他会受到威胁。他后来一连串发文，每一篇都被人家干。来，模式 B 是什么？收割台湾市场，代表案例是 Threads 上面的日本舔台网红，靠小可爱自拍加国旗加 emoji 加红心加 emoji， 我热爱台湾3段样板，收割3500个赞。两种人都吃台湾议题的红利，台湾议题越紧张，他们饭碗越好。但两种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在台湾承担风险。刘彦甫在日本拿薪水，Threads 的网红在日本贴自拍，他们不会被解放军的炮火打到啦，甚至刚开打，他还不一定开心的在做事。GGOG3CF 哥，请问还有考虑翻译小说吗？我最近在写同人小说，我在写魔戒的同人小说，我在写龙枪同人小说，我在写二战穿越小说，我在写制裁者的小说，所以，但是我现在找不到地方发表。那么，真正在台湾承担风险，又能在国际场域有话语权的本土声音呢？各位事务所的同学，那个声音根本不存在，这就是台湾话语权结构的破洞。为台湾着急的日经编辑真诚但隔海，经济学人的作者呢精准但遥远。留日的台侨记者吃台湾的馒头，但是被现实痛殴。日本的舔台网红流量加空洞，他只要你一个流量。
没有任何一个声音是在台湾承担风险又在国际有话语权的本土声音。山仔医生要问，去看我的频道的贴文啊。各位，这个破洞比日本急了还可怕，因为日本急了，日本至少自己会替自己急。台湾呢？台湾的政治人物把替自己急这个动作外包给了日经编辑跟经济学人的作者。你在台湾的媒体上看，一片举世滔滔，台湾是幸福之地的说法，没有任何的真相。外包出去给别人做事情，你能控制成本吗？你能控制方向吗？你能控制结果吗？你不能。这就是最后我们要讲的事情啊！真正替台湾着急的，从来都不是台湾的领袖。来，我们讲到这里啊，今晚的内容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把这一集的论证轴线从头再说一遍。最开始是72小时之内3家媒体同步认证。加上台湾呢，这个放话说有川赖通话，实际上根本不会有。我说了，我负责啦，不会有啦。加上刘彦甫贴文，还回顾殖民主义130年嘞。然后再来，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日本，日本是唯一一个同时面对中俄朝3个核武邻国，而且还不停触怒他们的国家。再来是5月12号到5月22号11天的时间轴 ，Nixon Shock 2.0， 日本连1971年那种事后反应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再来，民族情感悖论，什么至情七七还说日本不怕中国制裁，那你叫他去跟高市早苗讲嘛？他妈这种领政府标案的人你还信哦？请自己慎选你听的人了好吗？人生苦短，人生有限。不要在那边瞎搞。再来，民族情感悖论。中共对日本是国仇家恨清算，对台湾是两岸一家亲的修辞包袱。央视军事4月23号亲自做了福建舰穿越1894，中国军号做长夜烽火，东部战区做联武群歌。党允许14亿人对日本做暴力的想象，不允许对台湾做同样的想象，所以日本会先出事。再来，高市的右派赌注，他把防卫预算拉到 GDP 2%，提前2年达标。靖国神社软版的预串料，5月19号安东的故乡外交，连南韩的民间都不欢迎。11月18号，中国稀土禁令，他付了代价，但不退让。再来，日本的经济撑得住吗？日经跌了 35%，40年的国债利息是 3.55%， 创2008年来的新高。液化石油天然气啊，对俄罗斯的购买反而增加 29.5% 啊。没有石油，它连香蕉、连酪梨，所有要催熟的水果都没得吃。日本嘴上对中强硬，对俄制裁，对美紧跟，骨子里命脉在中东啊。再来，高市早苗的民调撕裂，强力支持者只剩 6%， 跌破1%了。支持总和只剩 29.8%， 不支持者 47.5%。高市是靠在野党更碎撑着。然后我们刚讲两种吃台湾人血馒头的模式嘛，有一种收割日本市场，有一种来填台湾市场。根本没有任何本土声音能够在世界各国说话。来，我们把这个整个结论通通拼在一起。真正替你台湾着急的是谁？日经那篇社论的编辑，他不靠台湾议题吃饭，却看到真相，明确要求川普绝不可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台湾敢不敢？台湾不敢。经济学人那篇社论的作者，学术距离远，他精准判断美中关系回暖对日本跟台湾同时是坏兆头。甚至中俄联合声明，
从反面证明了日本军备重整路线是真实的威胁，这也是替台湾着急。因为日本急速重整军备是为了在中俄朝动手之前的这个空窗期自救啊。但是既然会有空窗期，表示就快了嘛。台湾怎么不急呢？你好歹去催一下美国，你都催台湾说赶快通过预算，赶快通过预算，但美国不给你呀。那些靠着台湾赚钱的人呢？没有要帮你，没有要帮你。潘孟安啊，在立法院说，我现在都不知道潘孟安是什么职称了。他说台湾不是问题啊，140亿的军售被美国是海军部次长嘛，就那个高雄，我忘了他职称了，被直接说暂停呢。台湾没有人抗议耶，没有人抗议耶，荒谬了吧？你花了那么多心思通过，你把国内的民众党跟国民党干跟狗一样，结果美方说，不好意思，那140亿的军售呢，大概5200亿左右呢，不好意思，暂时不卖，因为我本地总统府秘书长，因为我本国呢有很多需求，所以先不卖你。干，那你急着叫我们下单干什么？你是开玩笑是吧？来。这很荒谬啊！谁真正在做好准备？日本哦，日本严格来讲，它的防卫预算 GDP 2%提前2年达标，它急访南韩，晋国软板不敢直接去参拜了，它也付了35%股市下跌的代价。中俄呢？中俄联合声明点名日本轰炸机联合编队飞行演习4到5次，中俄首脑会接连访北京。北韩呢，飞弹试射飞越日本海，台湾呢，各位同学啊，这就是我今晚最后想说的啦。台湾有事前，日本会先出事啊。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不是日本先出事，台湾有时间准备，而是日本都急到自己紧锣密鼓在准备，连靠台湾吃饭的人都开始扛不住了，台湾本地还在演没事。日本付出了代价，因为日本知道代价是什么。台湾付了代价，但是台湾什么都换不到。各位，这是今晚的本频道3个结论轴线。第一个，真相总是伤人。日本比那个谁谁谁更替台湾着急啊！当你的邻国替你着急，你的盟友替你着急，你的敌人都认真看待你的命运，只有治理你的人不着急，这就是真相啊！伤不伤？很伤，但这是事实。等价交换是什么？日本付了代价，因为他们知道代价是什么。那位现任总统什么代价都不付，换来的就是治理台湾的人。这个称呼加140亿军售暂停，加白宫一点也不提台湾，没有付出就没有获得啦。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定律，也是地缘政治的基本定律啊。科学终将胜利。Science will win. Science will always win. 地缘政治不是抒情，是领土加人口加资源加民族训示的数学。刘彦甫讲什么130年的韧性是抒情啊，他不敢提在台湾被杀了几十万人。日本网友说你自己做好准备啦，是科学。日本知道哪个重要，台湾不知道，连台湾在外面赚钱的人都不知道。各位，台湾人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我们的政治人物到底在替谁着急？答案如果是没在替神着急，那好，那剩下的时间就是你最后的时间。答案如果是替党内斗，那剩下的时间会比想象中短。如果答案是还在找如何软化的台阶下，那么这个缓刑期台湾已经用完了。唇亡齿寒不是描述，不是抒情文，是地理定律啊。当日本人替自己着急的时候，他们也替台湾着急啊，因为他们知道台湾如果一旦沦亡，日本就下一个了。但是大部分在台湾人不知道，也不愿意听，或者他们知道，但他选择假装不知道，他骗那些无知的人，让他们持续不知道。这就是台湾最大的问题啊！不是中共多狠，不是美国多冷，不是日本多急，是台湾自己不急。我是朱学恒，今天讲到最后的段落。如果你听到这里，请你记得这几个数字：
日经5月22号社论一篇文章，经济学人5月21号社论一篇文章，中俄联合声明5月20号一份，72小时3个不同的媒体都认证，川赖通话9天5次摆荡，白宫一次也没有停到台湾。时事通信社的民调强力支持高市早苗，只剩6.2%。日经从高市早苗上任到现在已经跌了35%。日本购买俄罗斯液化石油天然气增加了29.5%。过去台湾130年的时间没剩多少了，台湾没有比这更清楚的时间表了。各位事务所同学，今晚的万事通事务所主直播到这边为止啊，我们下次再见啦。来，我想起来要贴那个我们的狗皮膏药了。好，各位贴了哦。这个有微信支付，有支付宝，然后有这个欧付宝，也有绿界吧。我其实每次都记不太得，请各位多多讨论，1元不嫌少，10元不嫌多，100元也不嫌多。来，我要念一下我们的斗内啊。山仔医生说小斗支持出口物，谢谢你的斗内。Mr. 刘建一说回应标题，只要有中国大陆在台湾，绝对不会有任何事。平日同上有1000，再接再厉。谢谢，我们今天已经破1300了。何小 BB 说，高市早苗应该是看到蟾蜍选举策略，只要抗中保台，操弄人民情绪，就能永续执政。高市年初改选策略，完全复刻赖政府，刺激中国对日制裁成功，挑起日本民族情绪。但高市算错一步棋。大陆对台还不会下重手，但是对日攻势已经循序渐进，越勒越紧了。这个是扼杀战略，而且真心不知道。来 ，QR code 贴上来了，看有没有人有抖内。但我要跟各位讲，我看一下明天要讲什么。明天的内容我觉得也很精彩。明天的内容。明天的内容是什么？明天的内容是那个阿奇博士真他妈吃了发芽马铃薯啊！而且他还喂他儿子吃啊！干，太可怕了啊！为党付出，对党的忠心，你对儿子的爱心比不上对党的忠心啦！明天我们要笑这个，活活的吓死人了啦！相不相信？讲什么赖清德啦，林老师嘞？昨天我讲马英九啊，还有那个当一辈子老师的网友说我昨天结束的时候，这个太激烈，我没有吧？我昨天结束的时候，我从头到尾没骂人呢，我从头到尾没骂人呢，结果还说我激烈。激什么烈呀？看有没有搞错？买机体赚1倍，说减肥中珍珠奶费转给猪大让猪大吃，我才不要吃嘞！我今天的这个餐点只吃了2000多卡路里。干，他真的为儿子妈，我不是开玩笑的我不是开玩笑，我昨天很正常，对不对？各位替我作证啊！我昨天连骂人都没有怎么骂。对啊，你昨天说插你个叉叉，根本没讲干有没有搞错？靠，随便啊！但是这真的很好笑，你没办法想象，这个阿奇博士还在那边跟大家谈武器国防预算，台湾的国防预算，看人家笑死人了。妈，你为你儿子吃发芽马铃薯，然后你告诉我说我们要谈美国对台的预算，干川普是会因为这样子卖你武器，卖你飞弹，是不是？惊死人哦！对啊，我昨天连马英九都没有讲到，好不好？上帝呀，妈，我真的是冤枉啊！我看王科说，我去年发芽土豆中毒 ，ICU 住院1个星期，一共住院20多天。我跟你讲，
你如果这个东西在台湾可以进烈士词哦，民进党马铃薯发芽烈士词。李卡说：“我说要去哄小孩睡觉，明天再来听回放。各位网友晚安啊！不管了，明天帮你介绍谁是阿奇博士，我们好好的介绍。献祭儿子，多开心！受不了！来，我们要把我们的投票结束了，来看一看哈。不是啦，我没有要骂网友，我只是觉得我回头东想西想，我昨天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激烈，激什么烈呀？他美国人怎么告啊？我告诉你，你可以跟 YouTube 检举虐待儿童。来，各位，我们今天的投票是在听今天的直播前，你知道日本现在的外交处境这么艰难吗？57%的人说完全不知道，台湾都报日本大哥哥的好，没人说真相。有32%的人说我知道，但是我身边人只关切股票，就这样子。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日本不是对我们好，就是世界最强吗？有898票哦。所以各位，最后通知一下，赶快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拿到。然后这边已经贴出来，这个我们的罐头下礼拜就要出货了，赶快下定。蜂蜜呢，也是这礼拜3、4就会开始疯狂出货，我要去拖了。纯味家呢，要感谢我们的这个浩克。这是浩克的零用钱，请大家多多支持浩克。我看一下，来微信，哎呦，这个网友讲的也太直接了吧！来，我们念一下这个网友在微信上的抖内，什么百说，从朱大跟吕布合作那时看起，现在看到吕布天天为党唱赞歌，真是不胜唏嘘啊！但吕布没被抓去关啊，这是一个好事，是不是？来，我看一下哦。Bully Queen 说难得有空赶上一次直播，老年女粉请朱大喝真奶，辛苦了。好的，这个还有网友问佳美能150瓦行动电源还在缺货吗？据说是灰色缺货，你看我们后台已经问你要不要帮你换个颜色，请看后台好吗？来，我们再看看支付宝。网友说喜欢听支付宝声音，让我们开一下有没有支付宝声音啊？支付宝到账5元。哦，一听就知道红钱没有收很多。谢谢这位同学抖内5块钱。哦，什么什么许啊，这个老同学的啦。来，所以各位，阿奇博士会被下架吗？希望不要下架，我已经整理出他的内容来，我明天要好好做一次内容。这个 RW 说今天有个76岁有钱男人走了，他也76岁，他也76岁吗？不会吧？不会吧？好，最后投票开始啦，各位，今日直播到这边呢。要请教各位，觉得今天的内容，如果内容好的话，请各位，内容好讲的也好的话，请各位按1；如果内容好但讲不好，请各位按2；如果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请各位按3。快！同时，我们刚贴的那个蜂蜜啦、猪肉的这个信工啊，还有哈尔滨水饺、佳美能的行动电源，还有精致水果都可以买哦，很赞哦！我强烈推荐 Honeys 是我今夏发挥这个探店能力找到的最脆苹果。下一次单有3袋，总共18颗，可以让你吃好几天。啊 ，McKinsey 说他超年轻的营业良只有76岁哦，1950年出生，真假的？怎么看起来那么老？好，快！谢谢大家，各位多多投票，还有记得要买春蜜，不是春丽啊，春蜜就是新收的蜜。那如果你觉得真正要好康的，你就要买那个龙眼蜜啊，不，那个鸭脚木蜜。然后你如果要那个送人的话，我们也有附盒子，但是你记得下单时要提醒我们，明天就开始出货了。
明天就开始出货。哦，那个 R Style 说朱大能不能尝试一下讲内容的时候把你的摄像头自动缩小？我有啦，但是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我要调小我的那个镜头有一点麻烦。我现在 vMix 我好不容易已经会自己开了，但还不会完全操作，好不好？我再学一下，看看怎么调那个镜头，因为我在家里用的是专业版比较好调，我公司用的反而是简体中文版，那翻东西界面跟狗一样，你根本看不懂到底是什么。很抱歉，我知道我会设法改进。玻璃会说事不够激烈，可以多骂人。好啦，各位，今天的直播到这边结束啊，还没有到，刚好2小时了。好啦，跟大家说拜拜了，好不好？拜拜，感冒不过来。